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探索的是中国古代的奇书《山海经》。这本书充满了神秘和奇幻的色彩，包含了各种令人惊叹的故事和传说。像我们熟知的这个九尾狐，以及那两个字特别难写的饕餮，都是来自《山海经》。《山海经》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书，它也是中国古代最奇特的文化遗产之一。自战国至汉初，成书至今，是一部公认的奇书为什么说它是一本奇书呢？因为它一共只有不到31000多字，在这个里面它记载了40个邦国、550座山、300条水道、100多个历史人物、400多个神怪等等。什么概念？31000多字，可能你的研究生论文都比它多。再者，一个普通人在那个年代去一座山上去记录，然后探索，然后再不停的重复这个过程550次300多条水道等等，这看似就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嘛。而且那是古代主要交通还不发达，不像现在有飞机有路虎，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一种奇迹，所以称为奇书也不为过。而透过《山海经》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对于山川地理、神话传说以及各种奇特的生物的理解比如说有神人面鸟身的，有鱼身鸟翼的等等等等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《山海经它最早的成熟时间应该都已经是明清时期的了。有些只有文字记载，有些呢是有图也有文的。其实最早的时候，《山海经》它是分为经和图两个部分，也就是《山海经图》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古之为书，有图有文，图文并举是中国叙事的古老传统。《山海经》的母本可能就是有图也有文，又或者是先有图后有文的一本书。古图目前确实是丢失了，但是文字呢却流传了下来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《山海经》。我们也可以通过文献记载来考察一下，《山海经》最初确实是有图的。像近代诗人陶渊明在这里读《山海经》13首，一语泛览《周王传》，流观《山海图》就可以看出来，陶渊明曾经确实看到过《山海图》，而为《山海图》作注的郭璞应该也见到过《山海图》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有一个羽民国它在东南方向，那里面的人呢有长长的头，身体上长有羽毛。郭璞在里面注释说，这些人可以飞翔，但是飞不远，是卵生的，画的样子看起来像是仙人一样这里有个画字。同样这句话在耀光国的南方，那里面的人长着人脸，背上呢却有翅膀，像鸟一样的嘴巴，并且擅长捕鱼。郭璞在里面注释说，画亦似仙人也也有一个画字。然后是这里焰火国在其国家的南方，那里面的人们有黑色的兽身，从口中可以喷火。郭璞在里面注释说，这些人能够吐火，画似猕猴而黑色也，也有一个画。从郭璞的引图画作注中就可以看出来，他应该是见到过《山海图》这里都可以证明《山海经》最初就是图和文并行的。也正因为《山海经》是图文相配的，所以《山海经》里面的正文就显得十分的简略。因为中国古人看到这个图画就能明白什么意思，那现在的人呢，可能看到这些图画就不太清楚，或者说可能不太理解吧。虽然说《山海图》已经失传了，但是有关于《山海图》的推测还有一些。第一种就是鱼鼎说，鱼鼎又被称为九鼎或是下鼎。就关于禹铸九鼎的详细记载，我们可以在《左传·宣公3年》里面找到。这里说，西夏之方有德也，选方图物，共金9木等等等等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传说中夏代的第一位君王禹，就那个大禹，在治水成功之后呢，受到了舜的禅让，曾收集9州的贡金，铸造了9个大鼎，在鼎上铸刻了图像，包括山之旗、水之旗、草之旗、木之旗、禽之旗、兽之旗等等等等，各种鬼神精怪和毒虫害兽的图像，它象征各种自然界的事物。
这个大鼎做成之后啊，把这些图像扩出来啊，昭示给九州的百姓，让他们知道哪一种动物是有益的，哪一种动物是有害的，也让人们更能识别和防备各种神怪和灾害，不会让他们遇到危险。这些被铸在鼎上的图像，即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古山海经图。明代学者杨慎在《山海经后序》中也引用《左传》宣公3年。在这里大家可以主要看一下最后这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九鼎铸成以后啊，用它来观察万国的情况，九鼎上面的图案呢就被称为山海图，它的文字部分就被称为山海经。到了秦朝的时候啊，九鼎它丢失了，只剩下图和经文还存在。而到了现在呢，文字的部分保存下来，但是图案的部分已经丢失了。有一些学者认为，《山海经》中的古图是根据九鼎上的图像创作的。他们认为《山海经》是禹鼎的一项。然而呢，这种说法需要有2个重要的前提才可以成立。首先呢，就是大禹是否真的铸造了九鼎。其次就是是否在这个鼎上刻画了各种图像。就目前来说，考古学还没有发现这2个方面的实物证据，因此这个禹铸九鼎这个传说还没有得到证实。那第2个，地图说。自古以来很多中外学者认为《山海经》是一部古代的地理书。他们推测山海图其实就是古代的地图。在这个东汉时期，治水专家王璟在进行治水工作的时候，就曾经获得过《山海经》和《河渠书》等书籍。这些书籍提供了大量关于地理和水文的信息，帮助他完成了治水的任务。《山海经》五藏山经共有34篇，被认为是古代土地的图谱。这些图谱不仅展示了地形和地貌，还记录了各种奇异的动植物和神怪。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小川种志推测，山海图与中世纪欧洲的古地图有相似之处。他认为在西汉时期，山海图与经文就是并行存在的。具体来说呢，就是海外经和海内经这2部分属于周代的地理图册。山经中的5篇，这些经文原本就有奇特的人兽图附在旁边。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到了6世纪的时候，这些旧图逐渐就遗失了。后来呢，又附上了新的图画。第3个，巫图说。《山海经》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，认为它起源于古代的巫书和奇香书。这些书主要用于巫师在祭祖、招魂、送魂、消灾的时候使用的巫图和巫词。据说在这个《山海经》最初的形态里面，它没有文字的记录，只有图画。而巫词就是通过口头传递的。随着这个文字的出现识字的这些巫师把这些内容给它记录下来，就形成了有图有文的巫本。《山海经》尤其是海经这一部分，其中记载了各种神怪和异人。这些内容大概是古代巫师在招魂仪式中讲述的。这些讲述最初可能就是一些图画，然后巫师根据传授的知识和灵感创作出相应的歌词。由于说这个歌词太繁琐了，而且特别不容易记忆，后来就有文人根据巫师的歌词大意，把这些图画进行了文字的解说，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能看见到的《山海经》。这些巫图和巫词被认为是古代巫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巫师通过这些图画和巫词与神灵沟通，祈求平安和福祉。那《山海经》中所记载的各种奇异事物和神怪传说，极有可能就是巫师在这些仪式中所描绘和讲述的内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内容在传承和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记录和整理，最终就形成了现在的《山海经》。此外，《山海经》中也有许多地方提到了奇异景象和神怪故事，也都与古代巫师的活动密切相关。例如，古代巫师在祭祖时可能会描述他们看到的神灵或异象，这些描述后来被记录下来，也就成为了《山海经》中的一部分。这样一来，《山海经》不仅仅是一本地理和神话的书，而且更是古代巫术和宗教活动的记录和见证。这种说法呢，让我们对《山海经》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，也使我们更能感受到古代人们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崇拜。通过这些巫图和巫词，我们不仅能看到古代巫师的智慧和创意，还能领略到那个时代人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。
就总的来说呀，这些学者的研究和推测都使我们对《山海经》的理解更加丰富和立体。无论是鱼鼎说、地图说还是雾图说，它每一种说法都为《山海图》增添了神秘的色彩。这些传说不仅展示了古人对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，也同样反映了古代文明丰富的想象力和文化内涵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期我们所要讲的内容。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